佑安娘的病快点好起来。这就是我的决定。仇恨是最坚韧的力量，但你与平安已相识4年，你狠得下这个心吗？都背负这么久了，这4年不值一提。从今以后，我自己做主。兄长，我先敬你一杯。畅快。喜儿酒量见长啊。那还不是跟兄长学的。一个人在外面可别这么喝。兄长放心。哎呀，你可来了，快坐快坐。这菜凉了就不好吃了。今日特地给你选了桂花酒，不错吧？还是跟着你有口福啊？那是当然。听说你去面圣，圣上却不肯见你。贤儿，你常跟在圣上身边，在你看来，圣上为何不见我？要么是你做错了事，犯了圣上忌讳，要么就是圣上对你所求之事了然于心，却不想理会。若是后者，就算是你让我去游说，也是徒劳。跟我猜的差不多。你去面圣，所谓何事？本来是想求圣上允我冲查一桩旧案。什么案子？吴将军，李宗旭的确是金元之战时阻碍颜良运往边境之人。5年前，他为了一己私欲，可以葬送百姓与将士的性命。5年后的今天，他又为了一己私念，利用夜宴，陷害袁绍成，真乃我朝之耻。不过，你在城外抓的4眼犯，与他无关。如果这盐不是从他手中流出，那就更糟糕了。此事恐怕与苍司使龚绍脱不了干系。龚绍、徐清，看来得找个机会去东校盐仓看一看。兄长没有凭证，最好不要与龚绍正面起冲突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放心吧，你兄长自有打算。平安回来了啊，平安，姑母在做糊饼啊。对呀对呀，你忘了，再有几日可不就是8月15了吗？我想着做点糊饼，一半卖了，另外一半对付你们几个小馋猫。等着啊，马上就来。哎，快尝尝我做的糊饼的味道怎么样？啊！哎呦，我说你们2个干什么呢？快尝尝啊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哎，对了，霓裳，你去扬州的日子定了没有啊？不急，
8月15月圆人团圆，我怎么着也得陪大家吃完团圆饭再走。你赶我啊？不敢不敢，谁敢赶你呀？姑母，这包子是蟹黄馅的，咱们家还要买得起蟹黄做包子呢。哎呀，这包子呀是老鬼拿来的。哦，这老鬼虽然是二娘的同门师兄，但怎么在我看来，好像不只是同门之情啊。你这张嘴啊，就是会说，这满桌的好吃的都堵不上你的嘴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我喂你啊，这糊饼啊，可就你一个人没吃。来来来，尝尝。太大了，哎呀，你尝尝，吃。姑母和你尝，以后都有去处了。等老了，看来只能咱俩凑一屋，将就凑合一下吧。谁愿意跟你凑一屋啊？你跟我睡觉老是翻身，跟摊煎饼似的，一翻我就醒。你给我修那个香囊，我还带不带得了呀？你别老问嘛，快修好了。我先看看。哎呀，过2天就给你了。这什么味儿啊？啊！哎呦，我的糊饼啊！哎呦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哎呦，我的糊饼啊！哎呦，怎么办呢？都糊了！哎呀，小心点啊！这回可真成糊饼了。平安，我已经进了七喜画铺，明日我就去海府。若有消息，我第一时间告诉你。好。点心。小心点。你看看，这是远山黛色、银果翠绿和秋夕枫红，你拿好。这边走。哎，真好看，燕儿小姐一定喜欢。那老翁一看就是平民，这也进得了海府？嗨，这有什么奇怪？我们郎主心善，常有一些受了欺负的人，求爷爷告奶奶的来找我们郎主帮忙。这些我都点完了，你回去吧。好。郎主，有好消息，按你之前的吩咐，在通泉县要找的人，找到了。过来吧。拜见官爷。你知道什么，都如实说来。说得好有赏，但若敢妄言，你可知后果如何？这，小人也不敢确定，那个叶新一是不是当年我们通泉县那个小女孩？只是听管家形容这个女子会什么引人入眠之术，小人这才感觉是同一个人。这个小女孩叫什么？这个小女孩姓顾，叫顾青。有一回啊，我家孙子回来跟我说，顾青那丫头拿了个小东西，这么一晃悠，她就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啊，她脸上被画了个乱七八糟。我问她，她说什么也不记得了。哼，这有可能是孩童的玩笑之词，不可全信。不光我孙子看到，我也看到了。你看到什么了？我支支吾吾的，分明是在胡言乱语。来人！官爷，我本来带进棺材都不想说呀，这事儿太邪门了。那天，那时候啊，顾青这丫头还小，那些女子就是她引进废宅的。那宅子后来被御史，不是，被那个谁放火烧了，里面的人全死了，吓人呐！从那之后，顾青一家子就消失了。官爷，你说这事儿
邪不邪乎啊？你讲得很精彩，去找管家领赏吧。谢谢官爷，谢谢官爷，谢谢官爷。官爷，为何让我按那日所说，一字不漏再讲一遍呢？这回你信我说的了？我可是亲眼看见顾青那丫头引女子入眠的。知道了，去吧。小人告退了啊。郎主，近几日监视叶平安时，我看到有个女子和叶平安往来密切，他们竟想通过送颜料的方式混入府里。干得好！既然他想进府，明日让他把颜料送过来，我就还他一份大礼。请放心，我欲将徐晴调离圣都，他们无法查下去。对于叶平安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度良、李宗旭之所以会输给叶平安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找到叶平安真正的弱点，而我找到了。其实最可怕的并不是敌人，而是朝夕相处的朋友。猜猜我今日在海府探听到什么？探听到什么？兴致这么高？也没什么要紧的，想来是海一平发现了我在偷听，故意找了个骗子在我面前演了一场戏。那骗子说自己是通泉县人，还说他认识你。他说在10几年前看见你用入眠之术将一名女子带进了废宅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分明是胡编乱造嘛！而且你明明姓叶，他却编了个顾青的名字。平安，我怕他败坏你的名声，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。我的原名不可以。平安，的确叫顾青。你方才说的都是真的，我骗了你们，一直在骗你们。我告诉你们的经历也是假的。不，也不全是假的。我遇到的第一个御史案幸存者叫阮钦，那个蝴蝶吊坠就是他的，而我眼睁睁的看着他跳崖自尽了。当年度良和郑源看我年幼哄骗我，让我用入眠之术，陆续将3名女子带入了废宅。那时我只是个孩子，没有人会对我抱有戒心。姑母，这事儿你早就知道了，对吗？
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你点着凝神香，却仍夜夜难眠。说什么跟我们一样痛苦，说什么患难与共，哼，都不是。你只是为了赎罪罢了。当你一发现我们这些幸存者，就拼命抓住这个唯一能让你赎罪的机会。是。我太了解你了。这些年你日日被愧疚折磨，所以你想尽办法弥补过去的一切，良心才能获得片刻安宁。你心机重重，你利用我们不过是做你赎罪的利刃。是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不是你，有些女孩子就不用死，她们可以和家人安度余生。如果不是你，陆良也不会那么肆无忌惮地诱拐更多人。你听过那些女孩子被烧死时的惨叫声吗？叶平安，你是个罪人。南希，不要！你巴不得死掉是吧？你觉得死了就能抹平所有罪孽，就能逃脱所有的折磨？可惜，我不会让你那么轻易解脱。一直以来，我最信任的就是你。你做什么我从不质疑，你说什么我第一个去执行。我们几个什么都听你的，好像没有你我们就报不了仇。可我们都错了，没有你，我也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报御史案之仇。叶平安，从今以后，我陆丹心不会再听你我之间才没有办法。平安。
心。是你吗？袁绍卿自从跟了海尚书，这形势越发让人难以琢磨了。难以琢磨吗？这一册上可写着我：睚眦必报，手段凶狠。看来你把我了解的挺透彻的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暗中调查官员，图谋不轨。自然是将你带回大理寺内关押起来，将我关进大理寺，让海一平碰不到我。你认为这就是在保护我了吗？自然不是。海尚书让我盯你盯得紧点儿，而我呢，也不过是给自己邀份功劳罢了。那我再送你个更大的功劳。若我猜的不错，你担心的星子已经去刺杀你的海公了。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？因为海一平知道御史案的始末，还不能死。海公可有受伤？没事。你接近叶平安的时候，可曾发现有这么一号人物？并不知晓，他藏得很深。不过，我从安心馆搜到了这本遗册。他把我们的底细倒是摸了个干净。你见到叶平安了？是，方才从延庆坊回来的路上，恰巧碰上。好在，他并未对我生疑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跟我说，让我阻止此女行刺你。现如今只有你知道这旧案的内情，你看要不要？我将此女还有叶平安一并拉到大理寺内关押。你不用管了。至于芒沟人去修建天圣塔一事，我会和江作监交涉的，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。学生谢过老师。更深露重也快宵禁了，早点歇着吧。嗯？卢春巷有一家
叫徽记素面。记得我刚当官的时候，见到有小吏说徽记的老伯做的面条里头有老鼠屎。其实他们就是想讹诈商贩的宝钱，拿不出钱来就有牢狱之灾。我赶走小吏后，每次路过，老伯必会为我准备上一碗热腾腾的面，这一碗面一吃就是20年。他提醒着我，权力对于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。一个小小的举动，就可能是压垮他们的山，也可能是救活他们的水。那个就像卖面老伯的人，却是酿成御史冤案的凶手。这些年，我帮助过多少平民百姓？你们为什么偏偏就这一件旧案不放？那于钱呢？他可是你的多年好友，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含冤入狱，全家惨死？于钱，他太固执了。我一再劝他不要再管，可是他却一意孤行。那你就可以捏造证据，构陷于他吗？一个隐藏许久、处心积虑要杀掉我的人，为什么只带了把弓，连把刀都不带呢？你最想要的是什么？为御史案翻案。那你想一想，海一平让你偷听到老翁说的话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想要我们反目成仇。他想利用我杀叶平安，那我便假意行刺，落入他手中。哼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那不过是我一时轻敌罢了。不。你们对我调查的这么详细，可你不在我外出时设伏，偏偏要来我府上冒险。你不是来杀我的，而是想自投罗网，再从我嘴里套话。可笑的是，叶平安真还以为你要刺杀我。竟然想阻止你！你不用跟我提他，我和他本来就不是一路人。叶平安有一点和我是一样的，就是太想抹去自己在御史案中留下的污点。至于你们，他不在乎。海尚书不会以为只凭3言2语就能把我绕进去吧？来人呐，给他松绑。是。你要是想走，现在就可以走了；如果不走，明日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怎么坐这儿啊？屋外凉，回屋坐吧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打听到徐庆要被调到地方州县了，调令是立不下的，多半与海一平有关。我想趁他离开圣都之前再去打探一番，看看能发现什么。担心呢，
他一直把你视作最信任的人，真相对他来说太残酷了，我怕他做傻事。他需要点时间平复，我会找他聊聊的。你自己也要小心些。另外，海一平是如何得知你的过往，我们要想办法查清楚。好，快进去吧。哎，姑娘，你就是叶新一吧？是啊。哎呀，青儿，真是你啊！青儿，真看不出一点你小时候的样子了。你是？我，朱老三，朱大长，我们家小孙子朱元宝小时候和你一起玩泥巴那个。我想起来了，你来圣都了。我有事，我先去忙了。哎，别着急走啊！我在城边支了个茶摊，咱去叙叙旧。哎，不，走走走走走，不远，就在拐弯处。喝点茶。圣都地贵，我拾掇2天呢，总算是收拾出来了，可东西还不全呢。既然没什么本钱，那你为什么还来圣都开茶摊啊？哎呀，那不是因为你吗？我？是啊，你小时候性子古怪，我跟你娘亲说过吗？就那个什么引人入眠之术，那可是要闯祸的。我可看见你如何领那女子走进废宅的，我还以为你们闹着玩呢，这结果是……原来是你把这事传出去的呀？你说这事儿啊，谁让我看得清楚呢？现在我仔细琢磨了一下，我算是明白了。这事儿你怕得很吧？那些女子的死，你脱不了干系吧？以前的事别提了。我看你这茶摊儿开的地方也不行啊，在圣都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回通泉县去吧。我给你雇辆马车。回去可以呀，我孙子大了，早就该娶媳妇儿。可这县里未出阁的姑娘，就嫌他是个卖大肠的穷小子，难办呐。哎，要不，你给我500两银子，就这个茶摊儿，我不开了。那你请便。你可想清楚了，圣都的人还不知道你做过的孽。你要是不给我银子的话，我逢人就说你当初是怎么骗女孩子走进废宅的。我可是人证，你骗了多少姑娘啊？3个、5个，还是6个、7个？我说的话就是证据，你害人的证据。抓住我！救我！这里可是一个人都没有，失足落水，没人会怀疑的。面对旧日的罪孽，你猜他会怎么做？我了解他，他不会。救命啊！救我！你说让我把他领到这儿，在河边洗抹布，可没说还有这倒霉的事儿啊！现在明白了吧？你所认为的一切，那都是错的。面对自己犯下的罪孽，他的所作所为，跟度量，跟李宗旭，
又有何区别？他叶平安审判别人，怎么不审判他自己呢？你要知道，人的忘性是很大的。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够想起当年的御史案呢？人生不过100年，你不要以为你们做的事情有多么重要。对别人重不重要我不关心，哪怕只有我一个人在，于前的冤屈，所有女子的清白，我都要讨回来。其实你心中之所愿未必不能够达成，你只要给我一样东西，我可以给你最想要得到的结果。你想要叶平安的命，对吗？你为什么能让我活，却一定要他死？战国的时候，公叔痤在病重前向魏惠王谏言，不用商鞅，则杀之。魏惠王没有采纳，而后商鞅投奔了秦国。不久之后，秦国就把魏国给灭了。所以说，非常人者便有非常的命数，即使根本没有御史案，他唯有可用，为敌则不可留。那你又能给我什么？难道你还能带我去给御史案翻案不成？有何不可？我问你，你能够说出我和御史案到底有什么干系吗？我可以给于前和那些受害女子们翻案，还能给李宗旭等人定罪。唯有我能帮你达成心愿，只要你替我杀了叶平安。你打算怎么翻案？谁都以为那帮女子尽数亡故，没有人能够证明你是这御史案的受害者。可我作为于前当年的故友，我可以亲自带你去见大理寺卿郭瑜，为你证明身份。条件不错，可还是不够。叶平安曾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跟他朝夕相处了4年，他的命值得更多。不错，接着说。要想让大理寺翻旧案，我一介小民说的话根本不可信。而御史案卷宗已经被烧，也没有其他物证，我没有任何凭据能证明于前的清白。你大可在利用我除掉叶平安之后再出尔反尔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我手上有一封于前当年的狱中写给我的鸣冤信，信中他亲笔写下，他是被度量陷害的。这是于前的笔迹，我没有诓你。当年于公对你寄予了最后一次查案的希望，而你却选择袖手旁观。我警告你，到了大理寺之后，你说的每一句话，甚至每一个字，都要按照我教你的讲。倘若口无遮拦，那谁也帮不了你。翻案的希望在你，你大可放心。但这信，你当真会给我吗？难道你不怕大理寺质疑？你当年为何隐瞒不报吗？这封信不过是个旁证，当时于前的话无人相信。就算我把这封信拿出来，也救不了他，而且还会引火烧身。我忍辱负重多年，直到与你这受害女子相逢，我才敢拿出这封信来，为于前翻案。忍辱负重，海公的所作所为，
还真是令人钦佩呀。在你兑现承诺之后，这个盒子我一定会给你。但是你如何让我相信，你真能狠下心来，杀掉叶平安？你会看到，在这世上，我便是他唯一的弱点。今太后御见明堂，朝中官员多有变动，李武各有掣肘，郑元即日将调派回京，度量已任户部郎中。平安，老鬼传来新消息，当今太后临朝，开始启用女官，你的机会来了。姑母，我们动身去圣都吧。太白县女主昌，这大街小巷都传遍了，好些人都说，这太白星跟那位太后有关。采莲，官爷，徐主事是不是出门了？夫人最近身子不太舒服，让我来知会徐主事，今晚早些回去。官爷，你知道徐主事去哪里了吗？徐主事去东桥仓了。兄弟，别杵着了，过来喝点酒啊！快过来，求得你俩这句话呢。干！你怎么会来这儿？跟你来的理由差不多。你怎么进来的？靠这个。你怎么会有盐仓的钥匙？偷的。确切的来说是仿造了一把。看来正人君子做事也没那么死板。你跟我来。这里面起码有10几袋都是这样。果然，以沙换盐，这得是有监察职责的徐青和管理正仓的宫少相互勾结才办得到。难怪外面这么松散，就是为了可以调换盐袋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最好能将他们暂时扣押。徐青现在正跟宫少在一起，我想办法拖住他们。你去找袁绍成，让他带着大理寺的人来检查盐仓。好。吴安康，听我说，陆丹心昨夜中了埋伏，被海一平的人抓了。他有没有受伤？海一平目前只不过是将他囚禁了起来。我怀疑他会利用陆丹心来要挟你。这样更好。那丹心暂时不会有危险。等你回来后，帮我再去海府打探一下情况。
我好判断该如何救他。回来后，我怎么不知道我要去哪？东桥盐仓。吴安康已在东桥盐仓拖住徐青，他让你用盐仓私盗、监察不力的理由扣下徐青，这样才能从他嘴里撬出更多的东西。二位稍后啊，上场。你们先喝着。怎么就带了一个人？你们大理寺就这么缺人手？我不抓人，我来是给你一个建议，你也不要抓。今日你要是行动，只会打草惊蛇。我的建议是你不要给我建议，我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的。来呀，上场，一起喝点啊！哎呀，袁少卿，请。什么风把袁少卿给吹来了？这总不会是给下官践行来了吧？啊！我今日少城刚才跟我说，有人向大理寺举告，说看到有官盐被换成了沙土，运进了这东桥盐仓。什么？这从何说起啊，武将军？这等无凭无据之事，大理寺自然不会轻易受理。何况盐仓有2位看管，底下的人岂敢监守自盗？袁少卿不信这诬告，实在是英明。我等两袖清风，心中自是坦荡。既有人举告，无论真假，大理寺都该查验才是，还劳烦公司使开仓验盐。哎呀，韩信呐，韩信呐！你仅凭一个无端的怀疑就要开仓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那别人都以为这天子脚下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！是啊，我还有更让你寒心的话要对你讲。就是我的人，从私盐查到这儿，亲眼看到了有人以沙换盐。现在这盐仓里，10成，至少有1成的盐袋都是沙土。吴将军，你这是从何说起啊？是啊，你说此话，可要负责呀！这里没有嫌犯，谈不上是谁的责任。我也只是例行公事。若是盐仓真没有问题，打开看一看，此事便可就此了了。袁少卿，文宇，在，开仓。是。哎呀，将军呐，万不可开仓验盐呐！这要是传出去，那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武将军。这上面的盐袋里，皆是沙土。文宇，哎呀，这光凭嘴说，没人信，还是得眼见为实啊！啊，吴将军，这下你能把心放到肚子里了吧？吴将军立功心切，可以理解。理解。哎，袁少卿啊，酒还没喝完呢，本想敬你几杯，你刚才可是滴酒未沾呢。吴将军，咱们回去接着喝酒吧。吴将军请。2位告辞。哎，2位慢走。你看我干什么？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？片刻间，就将沙土换回了盐。现在好了，草也打了，蛇也惊了。这往后，再想找出他们的罪证，就更是难上加难。别灰心，豺狼迟早会出来觅食。你最擅长的，不就是等待时机吗？
那就看看他们跟我谁能笑到最后。少卿，今日圣上召了江作监的人问话，修天圣塔一事，应该有结果了。好。丹心，你去哪儿了？姑母，如果你来是想替平安说和，那就不必开口了。他犯的错都是无心的，你们这一路走来，他为你们所做的这些还不足以赎罪吗？你要我原谅他，那因他而死的那些女子能原谅他吗？度良、李宗旭、海一平这些人是罪人，是我们要惩处的人。那他叶平安是什么呢？当年他也是受人蒙骗，度良带人追杀他，他的父母也因此身亡，他也是受害者呀。他已经在努力地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，他为了玉石案耗尽心血，付出一切，这些你都是看在眼里的，对不对？无论过去发生什么，你们都是最好的姐妹。跟姑母回家吧。家。妈娘，仙儿回来啦！您看这花好看吗？好看，带一朵好。真好看，香不香？香。阿娘，那年阿娘病重，我上山采药却突然晕倒。我一直以为是响马将我迷晕，直到得知真相，我才想起在晕倒前，的确看到过一个女孩的身影。娘，当我从废宅逃出后，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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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了？娘。
之前一样，还是无解。二娘啊，假如让你在他们二人当中选一个，你会站在谁那边？我不能选。我是平安的姑母，可我也真心拿丹心当亲人。那个海尚书，还比度良要阴险得多啊，二娘。我说的话也许会让你难受，但是你留在平安身边，确实帮不上他什么了。度良已经对你下过一次手，如果海一平再对你下手的话，对平安也好，担心也罢，恐怕只会让他们的处境更危险。你随我回师门，找师傅替他们化解此劫吧。虚实芒沟桥上见。赵侍郎为官清正，心系民生，少成实在佩服。还得多谢你为邙沟人仗义之言。你该谢的不是我，我人微言轻，没起什么作用。是今日康平王上了折子说，若让邙沟人去修天圣塔，轻视贱民的小利就会克扣工钱，不在乎他们是否会累死、病死。可再设监官去监督小利，又会让官职冗杂，增加修塔的支出。此事弊大于利。圣上这才不再征调邙沟人去修天圣塔。告辞。康平王，少成，我跟你说，我已经把不用修塔的事儿跟大家伙说了，大家伙那高兴劲儿，差点把我扔天上去。走，咱回邙沟喝两盅。哎，待会儿我得再去趟海府。左一路担心中了埋伏，被海一平的人抓了，我去探探情况。你说什么？被抓？我刚刚还在邙沟看见他了呢。你呀，看走眼了吧？我又不瞎。他身边跟了个外人，我就没敢上去打招呼。他就在河道的桥上，看样子像是在等人。阿姨，你看。哎呦，做得真好。这句怎么读啊？有孝弟思锦县。回来啦！阿姨今天打了好多鱼。是吗？看，那心儿跟阿爷玩得开心吗？开心。来，我们吃饭了。阿姨，你也快来吃。来了。我夹菜给阿姨。丹心，知道我为什么约你来这儿吗？因为我想清楚了，要让你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知道，迟早会有这一天的。你知道自己是御闪的罪人，还敢来见我，是真觉得我对你下不了手吗？你的刀呢？掏出来吧。
与你动手吗？我不会。即使是你要杀了我，但心。 为我阿娘，也为我自己。但是你如何让我相信，你真能狠下心来杀掉叶平安？ 我会约叶平安在芒沟见面，到时你便会看到，面对我，他唯有愧疚，不会有半分抵抗之心。哎呀，这个地方选得太好了，人多眼杂，我的人也无法对叶平安下手，对吧？我会拿出合作的诚意。 但在没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前，他的命需先留着。顾二娘，顾二娘，小心！幸亏这一剑没伤及要害。你的药呢？是在医馆吗？我去拿。那边柜子里有布条和药。平安，我不愿。 也不能目睹你们姐妹相残，唯有一别，不成为你的拖累。你虽避而不谈，然心病已深，岁岁折磨，日日入骨，岂能瞒我？世上能医心病者，寥若晨星；能医你者，只有你而已。姑母无能，唯盼你有一日能不再自恨。 得平安喜乐，勿念。袁少长，现在所有人都离我而去了，包括我最亲的人。 在我关闭龙门场的那天，芒沟的百姓也都疏远了我。你现在也知道我是御史案的罪人了，你不厌恶我吗？越是不了解你的人。 才会将你想的可怕，越爱搬弄是非。我是从底层爬起来的人，我不在乎你曾经做过什么，我只相信眼前的你。谢谢你看到我最糟糕的样子，还愿意为我说话。你早该告诉我的。
我想先跟你谈笔生意，一笔你可能会亏本的生意。我希望你要跟我合作，对付海一平。若能事成，你便立下大功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跟我谈生意？是把自己的上情也算计上了，觉得我看到你这个样子就会欣然答应你？拿我的算计对成吗？一直奔波起来。我会考虑的，但你得先听我的。把药上了。许清怎么样了？那些沙子又被他们调换回了眼，并未抓到他们的把柄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待他们放松了警惕，武将军就能查到更多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帮我把那神像点上吧，疼得要死。不是挺喜欢逞能的吗？怎么了？不应承了？你说，人死了，是死了的人更惨，还是活着的人更惨啊？这有什么可比的？人死了，不管原本他将有怎样的人生，他都不会知道了。可活着的人，却要日日夜夜的陷于遗憾和悔恨之中。活着的人才痛苦。为之于未有，止之于未乱。海一平对你有利，可也有害。这次是天圣塔，那下一次呢？如果旧案重查，我希望你接下这个案子，秉公办理就好。梅堂不会因此怀疑你的忠诚，此案也会是你的功劳。我独木难支，身边也无人可用。海一平和我要你站在我这边。让我再想想吧，改日答复你。我已经拿出了我的诚意，接下来该轮到你了吧？你出手倒是挺干脆的，但是人没死，下一次你一定要对准他这里。那就要看你如何兑现你的承诺了。在我兑现承诺之前，你需要再做一件事情。自告，10余年前御史案另有隐情，昏官横霸乡里，骄奢淫逸，无所顾忌，
以权谋私，盘剥民生，于通泉县利用废宅，行罪恶滔天之事。诱拐民女无数，囚于此宅，攻其行贿，挟诸女之命，终为灭口，尽化灰烬。然助纣为虐之人，乃一家之女顾卿，小小年纪便以诱人入眠之术，引诸女入废宅，酿成滔天巨祸，罪孽难逃。今此女更名改姓，续以其不正邪术，迷惑圣都万民，此女便是新一叶平安。叶平安，叶平安，怎么会是他？这当年的御史案，那可是人尽皆知，街坊邻里们都在骂那于谦，说将他拉出来鞭尸都不足以解恨。你说那告示上的昏官指的就是于谦吧？有海公落款，那指定是真的。再说了，这陆丹心又是谁啊？怎么他的名字也在这告示上？哎呀，要我说呀，那叶平安才是真正的天生恶女，年纪这么小就干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情。叶平安那个时候就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，想骗一个孩子去做坏事还不容易吗？那他也是受害者呀。咱甭管他当年是不是被骗的，但结果就是他害死了人。这污点一辈子也洗不掉啊！你们听说了吗？叶平安帮着害死了那么多人。是，哎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万安山上，你是真的想动手杀了李宗旭吗？回陛下，李宗旭罪恶滔天，但他是世祖宗亲，臣知道陛下需安抚旧人，不想让陛下为难，所幸臣才想在万安山上诛杀他。臣一时情急，思虑不周，陛下当治臣妄断之罪。哼，巧言令色，你到底是不愿朕为难，还是因为他杀了芒沟人，出于私心，想将他置于死地？陛下，臣不敢。朕选你，便是看中你办事爽利，又懂得顾全大局。世人皆有私情，别说你有，朕也有。朕坐上这天下至尊之位，不知经历过多少刮骨剜肉之痛。欲以万民为公，就要不近常人之情。臣有冤陈奏，求见陛下。叶平安，此地岂容你喧哗？若是惊扰了圣上，让你人头落地。即使人头落地，臣亦不走。陛下，10几年前的御史案乃冤案，琅琊郡王李宗旭也是重犯之一。我手中这柄七叶昙花烙铁，便是他凌虐无数无辜女子的物证。这个叶平安跟你一样行事冒进。陛下，不用说了，将他逐走。是。还有一事，禁军传来话，李宗旭已经醒了。醒了好啊，就差禁军过问一下李宗旭，吓一吓他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这些年，李宗旭乱商谋财，这个时候正是让他将所敛之财吐出来的好机会。朕杀一人易如反掌，可如何杀，何时杀，要思虑周全。臣未能体会陛下苦心，是臣之过。好了，朕叮嘱你一句：查海一平，你需事必躬亲，在没有挖出那些与他结党的蠹虫前，不可妄动。还有，你那叶平安，别再瞎搅和。是。你呀，还得再磨磨。
哟，海公啊，郭四卿。哎呀，海公啊，不知是什么要案，劳海公亲临。郭公知道我这个人啊，好管闲事。何况这件事啊，和我当年的好友有关。若不是这位女子找上我，我是真没有想到，这当年的旧案竟藏着这么多惊人的秘密。哪桩旧案？此乃诉状，民女告10多年前，通泉县尉度量伙同师爷郑元降马齐君山，掳掠民女，并将罪证栽赃于监察御史于前，前后涉人命130余条，酿成莫大冤案。你是什么人？你可知诬告有何下场？民女就是御史案的亲历者，是那些不幸女子中的一个。我若有半句虚言，项上人头，任你处置。起身回话吧。时隔这么多年，你怎么证明自己就是御史案的亲历者？郭四卿，他来找我的时候，我也拿不准，毕竟此事牵涉的官员众多。于是我详细询问了他的经历，他将此事的原委巨细无遗地道来，字字泣血，我这才信了几分。当然，此事由四卿主审，实情如何，还得由你来定夺。你说于乾当年是被度量陷害，可拿得出什么证据吗？度量早将所有证据销毁，他还当上了户部郎中，所以这些年民女一直未敢上告，直到如今度量已死，我这才敢站出来。我还找到了素有贤名的海公，若不是海公肯收留我，答应为我沉冤昭雪，我今日也不能这么顺利地站在这里。全案都扣，将御史案卷宗调来。是。且慢，四卿有所不知，御史案后有个自称罹难者亲属的人找我，说是想要看一看卷宗，我就调阅给他看。可是天意弄人，那个人打翻了烛台，引燃了客房，整个卷宗都给烧毁了。那如此说来，便是没有证物。没有证据，哪怕你说的再真切，也不能仅凭你一人定案。还有一人能证明御史案是冤案，他也是亲历者。谁？掌心使叶平安。我怎么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呢？啊，我想起来，军饷案后，你不知道该不该救叶平安时，你就是这副鬼样子。与那时不同，如今我已经站在一块四方的石台上，风虽大，却站得很稳。我若是现在去帮他，那便是拿我身后的一切来做赌注。和上次一样，就让他做决定吧。有字的一面就是帮，无字就是不帮。
掌心使，大理寺卿传你问话。传我问话？具体我也不知，只能劳烦你跟我走一趟。平安见过郭思卿。在你面前的女子自称是御史案的受害者，说此案与你有关。叶心使，你作何解释？御史一案中，的确有3名女子，因我的入眠之术，被带进了废宅。那她们分别是谁？是否还在世？这些年来，我只见过其中2人，一人名叫阮琴，已在10多年前离世；另一人，正是您面前的这位陆丹心。啊，在这儿的一个是受害者，那么另外一个，不就是加害者了吗？叶心使那时还是个孩子，受人蒙骗嘛，也算是受害者。当年利用你的人，到底是于乾还是度量？是度量。郑源带我见了度量，我亲眼看到齐君山带人烧了废宅。度量、郑源、齐君山，怪了，这3个人怎么这么巧，都在今年一个接一个的死了。我倒是记得叶心使，因为郑源和度量2度入狱，这不免让人浮想联翩啊。他们作恶多端，还贪得无厌，贪财、贪权、贪民，鱼肉百姓，蚕食国本，想必是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。你的世职是圣上亲封，御史案又事涉前朝，如今有人证而无物证，你们想推翻旧案一事，我不能定夺。拿吉地来。圣上送来2样东西，重叠的茶饼，一片叶子，重茶，重茶，叶，落叶。遵圣意，因尔等状告的度量、郑源、齐君山均已亡故，又并无证据，须待大理寺查证你等所言，找出证物，方可重审御史案。另一道圣意，叶平安此前牵涉郑源案，身居使职后，又对旧事隐瞒不报，其心不正，不可为官职表率，故此夺其使职，贬为庶民。平安领旨谢恩。这落叶之意，郭四卿确定，只是将他贬为庶民吗？郭某不才，只能将圣意揣摩到这个份上。海公若是揣摩出了别的什么意思，可向圣上求证。不，大理寺审案自当是四卿所主，只是我觉得此案非同小可，所以应该还需要由刑部。郭四卿，海公，四卿可是在审御史案？哼，你消息还真灵啊！
这么快就知道了？少城自荐主审御史案。哎呀，这是块烫手山芋，你倒是偏要抢。此案无证，时隔多年，百姓心中早有定论，且是先帝时定的案。你查什么？怎么查？是往小了查，还是往大了查呀？圣上尚未明示，你心中有数吗？国公了解我的行事，我敢接，心中自然有数。倘若有任何问题，也不会连累四卿。你郭四卿啊，少城办事向来沉稳，查案是个合适的人选。怎么，四卿觉得有何不妥吗？好吧，少城，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主办吧。你可有异议？只要能还所有罹难者一个清白，还愚公一个清白，一切但听郭四卿和海尚书安排。你是此案的关键人证，住处可安全。啊，郭四卿不必担忧，担心姑娘现在住在我的府上。叶平安，你在医馆等候传唤，谨言慎行，绝不可再生事端，否则就不是罢免这么简单了。是。马上就到吏部考公司评定了。你若此案办得好，我荐你去御史台。那就先谢谢老师了。快到8月15了，家母做了些糊饼，到我府上去小坐一会儿，先尝为快嘛。好。来2个饼。哎，好嘞，我前面还欠着2个，稍等啊。这事儿啊，绝对是真的。这海尚书这么廉洁奉公的好官收留了他，这说明什么？什么？这事儿大概是这样：海尚书和于谦有故交，于谦受冤致死，海尚书忍辱负重，直到找到了受害之人，才和女子一起为于谦平冤昭雪。哎，你这么一说就通了。海尚书可真是有情有义啊！要不是他，那这么大的冤案，可就真埋进土里啊！最不要脸的，就是那个叶平安。别人骂他的时候，我都没吱声。我也是，我可从来没有骂。你的饼好了，谢谢。慢走啊。你们这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啊？那布告你们都看见了，当年叶平安害了多少人，跟这样的人做邻居，简直就是耻辱。对，你们以后谁也不准来这个医馆看病。不来便不来，你损人财物，也太霸道了。什么叫霸道啊？我看你前段时间来他这里看病是被他鬼迷了心窍了你。这个女人是赶都赶不走，要不是没钱，谁乐意跟他住那么近？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算了，以后谁都不准来。上来。你主动接下此案，可有想清楚如何审？我以为老师已经看清了我的忠心，没想到你还是对我心存疑虑。多心了，你已是我的门生，日后诸事我们还要同舟共济，没什么信不过的。
有一事，我尚未弄明白。老师为何要带着那位陆丹心来翻案？御史案重审，就如这块小小的饼，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而武安康，他追着徐清、龚少不放，为的是这块大饼。就连他都穷追不舍的事情，你说圣上会没有察觉吗？老师是想借御史案重审，来掩盖严仓之事。你向来是个体恤民生疾苦的好官，为何要为了这些盘剥民生之人费尽周章？民要保，官也要保。每朝每代都在惩治腐败，每朝每代却贪渎不绝。少成啊，没人做得了孤臣。做孤臣的下场，就和那于谦一样，对吗？可老师保了这些官，又真的利得了民吗？不先让官吃饱，有多少人愿意做事？这些人不做事，又如何撑得起举国的繁盛？所以，人的眼光要放长远一些。有时候苦一苦百姓，也是为了大局。你说呢？老师真知灼见，学生受教了。少成医院做那识大局之人。好，可谓一点就透。让大将军见笑了，你是不是想问布告的事？不用问，我这个人交朋友是凭自己的感受，从不听别人说什么。你知道迎孝吗？听说过，但真的发生过吗？很多年前，我在军营里遇到过一次。记得那会儿，大家昼夜杀敌，天寒彻骨，又缺粮草，每个人的精神都濒临崩溃。就连我，也渐渐地感受到了绝望。一天夜里，军营四周突然传来士兵的嘶叫声，他们中邪般的撕扯着自己的衣服，这声嘶喊如同瘟一般蔓延。我连忙扯下布条堵住自己的耳朵，试图喊醒更多人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营校过后，6000将士只剩下1000人活了下来。谁能想到，竟比在战场上厮杀死的更多。这件事让我终身难忘。所以叶平安，如果你想要打一场大仗，精神就绝对不能垮掉。你看，这片野草，在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颜色，春时绿，秋时黄，但不论什么时候，都坚韧不拔，顽强生长，对吧？谢谢。你说这人心若是像山茶花一般洁白无瑕，那所有事情是不是就简单多了？谁不是生来质朴呢？在这尘世里滚了一圈，才失了本来的颜色。嫣儿不谙世事，以前我觉得是不幸，可是每每被阿杂捂了眼，回到府上，看到她那么的单纯天真，我就好像被洗涤了一番。
海关为了名声，可是真能颠倒黑白啊！这么快，连府上的丫鬟都开始议论，你是如何挺身而出，代我翻案的？哎呀，我可没做什么，只是人多眼杂，查起案子来，这消息啊，难免就走漏出去了。你所求的，我已经帮你实现了。你也看到了，若是没有物证，大理寺很难凭忽然冒出来的口供就推翻定论之案。但是有了于前那封信作为旁证，想翻案就简单得多。说吧，接下来海公想让我怎么做？圣上惜才啊，连郭瑜都能看出来度量他们接连出事和叶平安有关，那圣上岂能看不出？却对他重拿轻放。但若叶平安所为过了头，甚至是有违圣意，那么他的命，圣上便不会再留了。莲儿，这怎么自己跑出来了？莲儿回来了吗？你去找找莲儿，该回家吃饭了。今晚有大月亮。哎呀，这才好了几天呢，又糊涂上了。你女儿她不是……好，好，好，我现在去找啊。你回房间，别乱跑，乖啊。来来来，慢点慢点啊。莲儿。海公，今夜圣上和百官会在千秋阁拜月。那海公的安排是？届时守在李宗旭府外的兵会被悉数调走，我要你把他绑到长夏门的城楼上来。挟制宗亲，罪同谋逆，为何要我自寻死路？当然不是，我要你把叶平安也约到城楼上来。等我和圣上到达长夏门，你借机杀了李宗旭，然后栽赃给叶平安，这样挟制宗亲之罪就和你无关了。叶平安能言善辩，我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恐怕他还会反咬一口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会让大理寺的人在城楼上待命。李宗旭一死，叶平安罪无可赦，就地格杀。这已死之人，还如何自辩呢？大庭广众之下，圣上和百姓俱在，海公这戏台子搭的可真是不小啊！叶心意，叶心意，你的事我都听说了，你还好吗？蔡老板可还认我这个朋友？哎，我蔡允行商讲的是一个义字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你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。啊，你是来看长青的吧？是啊，他怎么样了？哎呦，他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的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他倒知道今天是8月15。啊，这位是
叶协议的朋友。啊，那就一起吧，人多了热闹。来来来来。 所以，当你看到铜钱是无字的时候，反而知道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。美党之间还未倚重我，深得重用的人，仍旧是他海一平。想要得到美党的器重，还得先砍掉他们的臂膀。直接承认想站在我这边，很难开口吗？我觉得你应该也猜到了。陆丹心跟海一平做了一个交易。 他们打算用你的命，去换一次为于谦翻案的机会。所以你推测，他们会去大理寺？我还探出了海一平的口风，他打算今夜动手。我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丹心一早给我递了条子，约我今夜在长夏门上见，说要将一切做个了断。李宗旭也在，我必须去。 寒山云梦肉，风茄子，长生粥，青儿，都是你喜欢的，别急啊，一会儿就好。来，尝尝阿爷做的饭，好不好吃？来尝尝，看我手艺怎么样？你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就是觉得现在有种家的感觉。味道不错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儿啊，你带那受害女子去沉冤。 总算让御史案有了翻案的希望，娘这心里啊是越想越高兴啊。这是儿子该做的事情。哎，想想那叶平安呐，也怪可怜的。小时候被人利用，发生了那么惨的事儿，你说他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呀？娘，这么好的日子，不要再提那些往事了。祝娘秋节安康。 万寿无疆。好，爷，娘安康。哎，好，妍儿来。哎呀，哎，慢点，慢点啊！来，哎，看脚下，哎，慢点。莲儿，莲儿，你可回来了。 把阿爷想死了。是啊，阿爷，女儿回来了，今天陪你过节，咱吃顿好的。好，来坐。来。哎呦，瞧我这记性，今天晚上啊有几个老主顾，我得应酬一下，我这忘得死死的。你们吃啊，我去一会儿就回来啊。今天高兴，多喝几杯啊。那您忙。哎，好。 尝尝我的手艺，莲儿，原来你已经找到自己中意的人了，怎么还瞒着阿爷呀？伯父，是我思虑不周，本想找个吉日专程来拜访你，就没让他跟你讲。来了就好，都是自家人，咱们吃饭吧。莲儿，你看你瘦的，你得多吃点儿，肉要多吃。 菜也要多吃，身体才能好，是吧？是。你小子，我问你，有没有欺负我家莲儿啊？伯父，这我哪敢啊！莲儿这般聪明，
他不欺负我，我就烧高香了。我家莲儿又能干又聪明，将来定有大出息。你小子，你太有福气了。那是。阿爷，无论女儿以后在哪儿，都会如天上的明月，常伴你左右。好，好。今天是8月15，来，咱们喝酒，一起喝杯团圆酒。原本以为没有姑母和丹心在身边，我会是一个人。谁知道最后还吃上了顿家宴，哪怕是演戏，我也知足了。这不是演戏，在这一刻，我就是你的家人。你这么说，倒让我怪留恋的。怎么，当我厨子当上瘾了？你见过手艺比我还好的厨子吗？我们不过相识了数月而已，但有时候我却觉得，我们像认识了很多年一样。月明一晚，笛声正婉转，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回来之后，再一起上路。会平安的，大家都会平安的。秋一trận，缘一段，故事无数的聚散悲欢，回首一晃然，如梦似幻。一并肩，一张脸，历经世间无数千，才知道谁值得眷恋。心愿守在长夜里面，看暗淡的人间，羡慕无言，如我对你的挂念。今夜灯火还未灭，让记忆不朽成诗篇。许下的心愿，星辰能够听见。伯父，我没有喝醉，我刚才想起一件事情，我知道她不是莲儿，莲儿回不来。但我不能辜负叶心一片好意。在这圣都，只有他和蔡云在真心帮我。他是好人，你是他朋友，你也一定是好人，你去帮帮他。长指甲，绚丽
上都，甘如这皎皎明月，清辉常在。如今却被迷雾笼罩，长夜难眠。叶平安是圣都的一束光，他将这死气沉沉的地方唤醒了。 该去参加拜月宴了。郎主，对于那个陆丹心，你就真的那么信任吗？他不重要，只要叶平安一出现，就必死无疑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小的不知。圣上要处置李氏宗亲，都得巧立名目。 他叶平安区区一庶民，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挟制宗亲，妄自杀人，此等重罪，当即刑论处。查到了什么？我查出智库掌柜和一个叫苏无两的私盐贩有来往。苏无两偷买东桥仓官盐，却不直接付钱，而是用还债的名义把钱付给智库。从少卿李腾超的智库暗账上来看，徐清等人取走的钱，就和这个私盐贩有关。徐清用便宜的物件去抵当，取走了智库的银两，这样一来，便直接洗清了倒卖官盐的赃银。真是狡猾。那我们是否动手抓人？ 即便我们抓了那智库的掌柜的，也没有直接的证据。再说了，这更不能证明海一平与此事有关。要不要等考公司评定时，海一平将保举官员名单上报再动？只要查出他保举的一人贪赃枉法，便可连做局主盘查海一平。等不了了，海一平今夜就要对叶平安动手，我绝不能让美党的人知道我在背后调查此事。你将这些证据尽快交给王刚。那我们做什么？你今夜潜入海府。 将所有人的保举名单照抄一份，一个不漏。是。没想到圣都这么多新奇玩意儿，真是热闹呀！王亲，等阿兄攒够钱，一定把你们都接过来。哦！今夜是月明人安，一片遮云也无，是昭示着天下生辉呀。圣上见了必龙颜大悦。此情所言甚是啊，民乐遂富，皆是托圣上之福啊。海尚书，怎么了？有将军派人来报，李宗旭被人掳走了。叶平安现身长厦门，公然挟制琅琊郡王，声称他参与了御史案，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杀人以泄私愤。 叶平安哪来的胆子？郭子敬，事急从权，我看你得速速调派人手，以防不测。你们先去。袁少卿，海公带话语，只要李宗旭一死，就立刻放箭。
射杀叶平安。无论是何情由，叶平安敢当众挟持李氏宗亲，便是不把我大封律令放在眼里，真是悖逆妄为，罪不容诛。陛下，为正民心，当让大理寺将其格杀，以儆效尤。哼，朕倒要看看，他敢不敢当着朕的面狂悖犯上。摆驾，堂下门。陛下，那众臣恭候赏月。天都要反了，还赏什么月？看什么呢，这么起劲儿？哦，一只死老鼠有这么好看的？这就是老鼠的智慧。知道最厉害的猎人是怎样的吗？就是把自己伪装成猎物。你与鬼叔相识多年，这件事只能拜托你去做了。平安呐，你交代我跟海一平说的事儿，我都记住了。可你想过没有，你主动暴露自己，天下人会不容你的。正因如此，海一平才会出手。他为我织下的网，也会缠住他自己。鬼叔，此局一起，担心将无处可去，只能来找你。我需要你点拨他，去假意刺杀海一平。此局凶险呀！你想好退路了吗？想好了。正因凶险，我还需要你带着公母先离开。